1961年10月，为了给西方国家一点小小的震撼，苏联投下了人类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核弹，相当于5800万吨 TNT 炸药，损害范围超过160公里，爆炸产生的闪光在1000公里外都能看到。这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核武器——沙皇炸弹，又名大伊万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试爆了2颗原子弹，标志着核武器首次在战争中得以应用。数万人在最初的爆炸中丧生，更多的人死于后期的核辐射。从此世界认识到了核武器的恐怖性和破坏性。但其实投放在广岛的小男孩只有15000吨 TNT 当量，投放在长崎的胖子也不过21000吨 TNT 当量，而沙皇炸弹达到了恐怖的5800万吨 TNT 当量，是小男孩的38666倍，是胖子的27619倍。就这还是大砍了一刀的版本，它的满配版本其实是1.7亿吨 TNT 当量。本期小火箭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沙皇炸弹的工作原理。沙皇炸弹是一枚空中氢弹，被称为热核武器，炸弹长8米，直径将近2.6米，重量超过27吨，相当于5头成年大象的重量。在它的头部是一颗球形小型原子弹，外壳采用的是和韦伯望远镜一样的皮镜，可内顶部装的是常规化学炸药，中间是一个约10至15厘米的小布球，炸弹的尾部是圆柱状的氢弹。这个圆柱由3部分组成，最外部为浓缩铀，中间是聚变燃料氢化锂，最里面是一根布棒。而在原子弹和氢弹之间的是满满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组成的外壳。投放沙皇炸弹的是一架经过改装的图95战略轰炸机，但是由于它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无法装进机舱，只得吊在机肚下面。莫斯科时间1961年10月30日上午11点32分，安德烈·多纳瑟夫驾驶飞机从可乐半岛起飞，一架观察机紧随其后。投放地点为一个名为新地岛的荒岛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给炸弹配备了一个特殊的降落伞，使投放到爆炸的时间延缓到188秒，这样轰炸机就可以飞到45公里外的安全区域了。气压传感器检测到距离地面4公里时，32根乔斯雷管开始释放电火花，引爆化学炸弹。化学炸弹爆炸导致布内部被压缩并释放出中子，一个布原子被中子击中后会分裂成2个并释放能量，同时每个原子又会产生2个或3个额外的中子，它们又会与其他布原子发生反应，于是就产生了被称为链式反应的连锁反应，产生高达1亿摄氏度的高温，温度导致原子产生裂变爆炸，并产生高能伽马射线和 X 射线。此时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转变为等离子体，等离子体的热量和压力不断压缩和聚变圆柱体，导致圆柱中间位置的氘化锂发生反应，形成氦和更多的中子，并再次压缩聚变圆柱体。中子导致最外部的铀外壳和中心的布棒经历更多的裂变反应，这反过来又对氘化锂造成更大的压力，于是产生更多的聚变，释放更多的中子，导致更多的裂变，于是裂变和聚变反应来来回回持续不断，直到发生巨大的爆炸。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所有这些复杂的反应都在仅仅600亿分之1秒内完成，最终爆炸产生了60多公里高的蘑菇云。据报道，160多公里外的建筑物都被损坏。此外，据估计，爆炸产生的热量会造成100公里外的3度烧伤。虽然沙皇炸弹拥有令人无法想象的破坏力，但庆幸的是，沙皇炸弹从未真正用于战争，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冷战期间向西方发出警告。不得不说，它光荣地完成了它的使命。沙皇炸弹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核武器的恐怖，并有力地提醒着人们，如果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，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。对此，5星上将麦克阿瑟也表示，要是1945年时美国也研制出了沙皇炸弹就好了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, 1, 0. Полевой столб, поднимающийся с земли, быстро увеличился в объеме.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кунд после взрыва